迷宫般的土匪寨洞，你见过吗？洞口高筑城墙，贯穿整座大山。这吃3块是都能。这壁山都是空的啊？空的。当地老人直言，寨内有一密道，空间巨大，旧时土匪横行，如今内部是何模样？随我进入一探究竟。咱们在进行户外探索的时候，现在高温时期，一定不要携带火种啊，以免发生不必要的危险，也不要给我们的消防队员添麻烦了。好了，我们继续前进。哇塞，哇，快看，已经看到了这个城墙，看到没有？这时候咱们就赶到了这个洞口。据说这里面啊是宛若迷宫，当地的人都不敢进去，说这整座山都是空的，进去了之后怕迷路。这个城墙呢，也不知道具体的建造年限，看起来建造的还是比较规整的哈。它是用的这个石灰岩，勉勉强强的用毡子修凿了一下，建造了这个大城墙。我们现在呢就越过这个城墙，进到里面一看究竟。走，出发！这个城墙好规整啊，这个上面有这个地骨流，稍微轻一点的，然后这个里面的缝隙要是这个防火。今天他不在家，咱们直接进入内部洞道一探究竟。哇，可以看到这个上面有这个方形的石孔，曾经这里做的有越阶，这个寨子是有几层的哦。哇，那边有很大的冷风吹出来。现在我们准备好了电筒，继续深入吧。这里面有坍塌的城墙，应该当年这个城墙呢是一封到顶了啊。起码是封到了这个越阶的2层。我们再看这个洞口啊，是不是像一口大钟？我们姑且就称这个寨子为金钟寨，因为这个寨子没有名字。然后再看这里面呢，好像面积并不大。哇塞，这边有一个内室，这里还有生过火的痕迹。哇，特别的干燥啊。这边呢，好像是有人为挖掘过的痕迹，这还有年代非常久远的这个木材堆，当年没有来得及生火啊，这个人就撤走了。这里面除了一些依山而建的那种石孔之外啊，没有发现别的遗迹。火妹跑到哪里去了？火妹你在哪里？哦，这边还有一个洞道，对，是不是？好深，好深啊！有很大的风吹出来哦。很窄。好，我们快，这里还有洞道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好，洞道。我天，这里面真的非常的窄啊！大家看，我这个要侧着身子才能走，勉勉强强的才能走。哇塞，这里面有很大的风吹出来，应该里面是有很宽的洞道的。继续前进，这里要爬着才能过了。哦，这个裂缝的上面应该是被水流溶湿出来的一个洞道，因为这个上面还有一些沉积土啊。但是这种裂缝呢，非常的稳定啊，所以咱们走起来也非常的安全。但是大家还是不要模仿。哇，现在我是冲到了最前面啊，我们看一下这里面是什么样的环境。哇塞，这个地上有水，而且有一些垫脚石，这个应该是以前的人啊，他是在踩着这个垫脚石进入洞道里面的。不知道当年这些土匪啊究竟是躲到了哪里。哇塞，这个就是非常的窄，不过刚好能够容一人，这样勉勉强强的通过。如果是个子瘦小的话，走在这里面还是非常容易的哈。大家有没有一种非常窒息的感觉？因为这里有密闭空间恐惧症的话，走这里的话，那真的是非常的折磨哈。但是我们有着非常丰富的这个探洞经验，所以不要害怕，我们只需要记住来时的路就可以了。我们继续前进，可以看到这两边的石壁都是非常的光滑，应该在雨季的时候有很大的水流洗刷出来，所以呢，这个里面呢，它是水啊把石壁冲得很光滑，走起路来了它就不会被挂住。这里呢相对来说要好走一点，咱们快速前进。我基本上是填满了整个东墙的宽度。
到了这里呢，就变得比较狭窄了。这个裂缝的高度很高啊，不知道上面是通到哪里，但是左右的宽度呢还是没有变化，而且跟刚才我们钻的那个洞道呢非常的相似。所以呢，这时候我们必须要找准我们来时的方向，待会儿出去的话就会更容易。这里面一直都有人为的痕迹啊，就是这些垫脚石，所以我们断定里面应该有土匪的遗迹。今天的这个金钟寨探秘之旅啊，真的是非常有意思。果然和当地人说的一样，这山里面全部都是空的，但是空间并不大，它就是这种小裂缝一直深入的。哇，看一下这前面是什么样的环境。哇，这里非常的狭窄了。而且这里一直都有人铺的这个垫脚石。继续前进，不知道有多深。继续前进。哇，这里是死洞道，看到没？死洞道这个裂缝，这里是死洞道了。这里就形成了一个比较狭窄的裂缝，人钻不过去了。而且这里面也没有人类活动的遗迹了。我们原路返回，继续探索其他洞道。哇塞！哇！现在咱们测出来了，哇塞！你们钻了多远？哇，几个小时你们钻了多远？我的天哪！总算又见到外面的阳光了。天哪！太恐怖了，我的天！我的天，全是一个样子啊！越钻越窄，越钻越窄啊！我怕迷路在里面啊！3个人都从里面非常安全的出来了，在里面呢确实发现了有宛若迷宫的这个洞道。这个寨子呢可以说是历史悠久，但是在里面没有发现碑文记载，也就是说具体的建造年限呢我们是无从得知的。具体这个寨子有没有像当地人说的，说里面曾经有土匪啊在这里坑杀过万人呢，也不得而知啊，因为在里面没有发现骨骸那些，就是一条这个非常狭窄的裂缝一直深入，而且是百转千回啊，宛若迷宫。好了，今天的探索还是非常的有意思的。视频到这里呢就接近尾声了，关注我，带你看更多美丽的风景，带你体验不一样的探险之旅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了。辗转数百公里，我们终于找到了这个包罗万象、深不可测的牛角洞。相传洞内有银装素裹的山川河流，有可容下高楼大厦的巨型洞窟，有只可匍匐前进的扁狭洞道，有星河璀璨的奇美景致。接下来右边加号点一点，跟着我的镜头，带你享受这震撼心灵的视觉盛宴。历尽追踪，探索极限。大家好，我是户外小北。今天呢，我们探索一个非常神秘的洞穴——牛角洞，就在我身后的这个峡谷最里面。相传里面躲过土匪，不知道里面是否会有宝藏啊！话不多说，干他！为什么叫牛角洞呢？老人跟我讲，他说以前呢有放牛的人把那个牛啊放到这个峡谷当中，最后就在那个洞口找到了一只被什么动物咬掉过的一只牛角，结果那只牛都被吃了，所以呢他们怀疑这个洞里面有猛兽，然后呢就叫这个洞为牛角洞。这个上去还挺远的，可能要爬半个钟头。幸亏我们的开路先锋啊，他是身手矫健。因为这里海拔较低，所以呢，这个山林当中啊，它那个植被比较茂盛，这也为我们的这个前进之旅啊，增加了不小的难度啊。好在我们几个呢都是受过专业的训练，然后户外经验比较足，所以呢，依然是能够从容应对。我们到了，我们到了！哇，这里就是啊！哇塞，感觉很凉快哦。好凉快啊！感觉没穿羽绒服啊，最大的失误。这也太大了吧！这门口的那个棕榈树是瑟瑟发抖啊，我想它也冻的是受不了。哎呀，这上面有掉下来的树枝扎到这个地上，这还是新鲜的，很危险，我们赶紧进洞。这时候哈出的气已经成了白色的雾状了，
就说明这个里温差是非常的大。然后这个洞口呢，有一个接近200平的这样一个巨型的平地。那么这个平地呢，可能就是当时老人说的那个放牛的牧场啊。这时候我们就成功的是抵达了这个洞口内部，整个洞腔非常的宽阔，这里上下可能有接近30-40米，然后左右大概是个20-30米，洞腔非常的大，然后是寒气逼人呐。我们看一下洞内究竟有什么样的猛兽啊？有蛇啊！天呐！刚进洞口就碰到了一条大蛇，这是什么蛇？我靠！又是一条大菜花蛇啊！蛇！已经进到洞口大概20-30米的距离了。有很多这个外面的废材呀，被这个水带到了洞道深处，不知道前面又是怎样的一番景象。咱们继续前进。哇塞，在前面是平洞道了，快来！哇！看这里有好大，哇操！这可能有接近100米的高度了。洞道是从左边这里往里面延伸的。哦！天哪！这个空间也太大了吧！你们能想象吗？这么大的空间，这个上面原先是淹过水的，这有这个淹水的痕迹，有沉积土。哇塞，这边还有人为的痕迹，说这里面躲过土匪啊，这有可能就是土匪搞的一个灶台在这里，这不是小坑哦，这个是正儿八经的灶台。咱们继续往洞道深处前进。你看这个淹过水，这个有水的沉积土。看这个洞穴瀑布，我的天呐，这接近20-30米高的洞穴瀑布。然后这一个洞道是往下去的，往下去是这种河道，不好走。这边还有一个洞道是往那边去的，然后这边一个洞道了，它是干洞道。我们先走干洞道吧。干洞道走起来还要舒服一点，它因为是泥土，然后你走的话，它有一个缓冲的感觉。这里是死洞道，那看来还是要从这边，天哪，这个洞道太宽了。这边好像是有一个便道，在这个洞壁旁边。这边有个便道，哇塞，快来！这里有一个狗洞子，我必须钻进去看一下。哇塞，快来！都变水了。哇，里面还有这么大空间！哇塞，别有洞天呢！你来看这里，这好像有个2层。对，有2层啊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甬道往里面去的。看我这1.8米几的大个啊，现在就要进入这个非常狭窄的甬道，只为探寻里面的风景啊！可以看，幸亏我有那个祖传的那个什么锁骨功，看到没有？这就是锁骨功的背面。哇塞，好宽哦，这里面。这里更窄，里面还有多深？酒精背。这是狗爬式，又是一个狗洞。那继续钻狗洞，那还说吗？好。这边是左右2个洞道，那里面转不过来，我要这样人字倒车，
你可以往前走一走看看。我们看一下这里面是个什么样的光景呢？这里面非常的狭窄了，只有10公分了，那这什么收骨工都没有。好，我继续你退一下。这是我们看过最憋气的洞了吧？对。小心背。好。继续探索主通道。主通道就是这个，沿着这个暗河一直往下。好，咱们继续出发。或者是有洞穴深坑，要么就是里面会有很深很深的洞道。我天哪！看这个水啊，看这个水都吹的在动。天哪，好大的风啊！我天哪，这里风太大了。看这个风啊，呼的吹啊，我天哪！咱们继续前进。有点感觉了。它因为那里洞的直径变得很小，它的压缩比就更大，所以呢就感觉风量特别的大。这里面已经能看到这些暗河深潭了。哎，这里有洞道。咱们继续前进。有洞道吗？对。又是个狗洞子啊。又是个狗洞子。找吧。啊？小洞道。到头了。有漂亮的风景啊。都是这种。好吧，看一下。哦，里面是这种气泡型的侵蚀岩层。好，出来，我们走主洞道。什么？哇，对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个好大一个塘啊！哇塞，这边有很大一个空间。大流水的。天哪，这里分成了好像几个洞道吧？哇，天嘞！哇，看这个石头上面有荧光。哇，这个石头上面会发光。天哪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的天哪，这好大的空间了，这个没想到的，没想到啊！看这里有一个标根，没想到这个里面还有这么大的空间。被猜测啊，这个洞里面有一个巨大的瀑布，所以才会形成那么大的风啊！看这，我要不说这是在洞里，大家一定会觉得我们在溯溪。这个泥巴上面做一个记号，这是我们返回的路啊！注意箭头不要打反了，这个箭头就是指着出去的方向。我们现在往这边去，好，继续出发。这里有传说中的洞穴阁楼，看到没有？哇塞，很漂亮的风景啊！有时候真的是莫名的荣幸，感觉能把这么美的风景分享给大家，真的特别开心啊！天，太好看了，这个水特别的干净，特别的清澈。来，给你来一个。哇塞，这个是化石吗？看。哇塞，这也太好看了吧！看这个洞壁上面，就像罗马的古城池。咱们看这个地上，它是泛着有白色，就像下雪过后的田野。这就是萧崖城，这边又要登山了。洞中有河有山，洞腔特别的宽阔。这洞里面的山山水水，全部都是银装素裹，特别的好看。这里又要登山了，在这个山的下面呢，是有一股泉眼，洞穴暗河从这里喷涌而出。那边洞顶又是星河密布，
然后这里已经没有暗河的影子了，咱们继续上山，去看一下前面是什么样的风景。站在这里，仿佛置身于浩瀚的银河系，斑斓的星光装饰了洞顶，这种风景还是非常少见的。这里有很大一个裂缝啊！刚刚进来比较狭窄啊，进来了之后呢，又是很宽的一个洞道。然后这在很久之前呢，这里是被水淹过的，但是可能近100年的时间，这里是干洞道。可以看到这个消土层啊，已经全部泛出来了。很窄吗？好近吗？我都没有印象。看一下，这里洞道右边的非常的窄。我们继续看里面是什么样的风景。什么情况？里面？死洞道吗？好，那我们原路返回，去那个右边那个洞道再看。刚才我查看了一下，这个洞道到这里就结束了。里面地下暗河呢是从这个山体往里面去的，但是人是通不过去。由于时长的原因，这集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。我们已经探明了这个牛角洞左边的雪山有仙河密布的这个洞道。好了。那我们下集视频呢，就探索牛角洞右边的那个巨大裂缝和深不见底的深坑。我们带了专业的装备，下期视频我们去那个深坑里面一探究竟。好了，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喜欢户外了，别忘了点点关注，秘境追踪，探索极限，请锁定户外小北。感谢大家观看，拜拜。